AD 到查無此人需要多久？凱立德的回答是1年都用不上。这家车載导航的龙头企業曾集齐了所有能赢的因素，手握先发優勢，擁有专利技術壁壘，市場份額全國第一，引得小米、中国平安爭先投資，卻在風光上市後急轉直下，讓雷軍暴虧58%。更離譜的是，日薄西山的凱立德依然擺着闊少的譜。2016年，山東新明智通向凱立德求婚，開出16億收購價，慘遭凱立德拒絕。1年後，凱立德不僅沒有東山再起，反而跌得更慘，股價從停牌前的3塊1毛7元一股，滑至1塊7毛5一股。2018年，寧波建雄給出6.5億估值，對其進行回購，依舊被凱立德否決。從車載導航的頭把交椅到資本棄子，凱立德到底做錯了什麼？總市值跌至腳踝價，依舊拒絕收購。凱立德真的要等死嗎？現在大部分的90後和00後可能沒聽說過這個名字，但是在那個車載導航還靠 GPS 加離線地圖的年代，凱立德的存在就好比奢侈界的愛馬仕，巔峰時市占率超過70%，拳打高德，腳踢百度地圖，幾乎有車的地方就有凱立德。其創始人張文興畢業於武漢惠策科學技大學，曾任武漢大學教授、博士生導師。在技術派大佬的帶領下，凱立德不僅打造了國內首個擁有自主產權的導航引擎，還推出了覆蓋全國的導航地圖。彼時又正好趕上家用汽車需求爆炸性增長的風口，主機廠每出過一輛車，就要給凱立德交一筆授權費。凱立德掙錢就像印鈔機一樣簡單。可能有人會問，廠家難道不能選其他的導航軟件嗎？也可以，但是凱立德是當時唯一一個有甲級惠策資質的民營企業，屬於行業頂配，屏幕大，語音清晰，信號穩，路線規劃準確。相比於早期的手機導航軟件，凱立德的使用感受要好得多。性能這一塊，其他廠家和凱立德根本沒法比，裝配廠都懶得比價，直接上凱立德的方案。根據 CCID 的數據顯示，2013年凱立德拿下71.1%的電子導航市場的份額，這是凱立德第8年拿下車載導航地圖市占率第1的位置。一時間，凱立德風光無限。2014年，凱立德正式在新三板掛牌，年營收突破2個億，利潤率接近40%。而彼時的高德努力多年，也不過只有8.1%的市場份額。同年，雷軍也不再觀望，以高價入場，斥資8400萬買進凱立德700萬股。繼小米之後，中國平安又操着近1億的資金投資凱立德，4輪定增下來，凱立德累計融資超過了3億元。按照市場猜想，小米有設備和系統，平安有車險和金融資源，在資本加場景的強聯手之下，凱立德的互聯網生態系統起飛不是夢。然而，真是比小說更加荒唐。2014年淨利潤在5000萬的凱立德，到了2015年卻虧損了1564萬，這近1600萬的虧損其實是一個警報信號。但是張文興並沒有重視，技術人員出身的他認為研發自然是需要投入資金的，想要等到回報就需要等待一段時間。在他看來，短暫的虧損理所應當。但是做生意不是做研究，商業有邏輯，但是也講究概率。在實驗室裡精密操作可以得到準確的結果，失敗了也有從頭再來的機會。而商場如戰場，一只蝴蝶的正義都有可能在大西洋掀起新的风暴，一失足便是千古恨。在1年之後，凱立德的虧損超過1個億，股價也從22塊錢下跌到了1塊6。回顧凱立德的隕落，我們會發現一切都有跡可循。首先是沒有趕上免費加互聯網這波大潮。2013年，移動互聯網興起，高德、百度地圖這些手機端的地圖 APP 紛紛宣布免費使用，不用花錢不說，甚至還有實时路況和語音助手。而凱立德的硬件依舊維持在100元價位，界面老舊，交互落伍，更新迭代不僅要加錢，還特別費勁。你必須把導航卡拿出來用電腦升級，或者是去 4S 店和凱立德授權的網点，讓店員幫你弄。別人家的用戶动动手指的事兒，凱立德用戶既耗時又費力，還花了不少錢。其次，凱立德引以為傲的技術護城河也在逐漸被瓦解。有人發現，2005年後，凱立德面臨越來越多的訴訟，其中大部分都是同行告凱立德侵犯電子地圖的著作權，並且凱立德敗多胜少。當一個靠技術起家的企業在技術上出現了問題，必然會引發用戶們的質疑。越来越多的车友開始反思，自己選擇凱立德到底是因為名聲大，還是因為它真的好用？要知道，工具性的產品和奢侈品相比，是很難建立起用戶的忠誠度的。像導航軟件，本質上就是服務大眾出行的工具，這個好用就用這個，不好用就換那個。更別說凱立德還把自己的注意力分給了其他產品，從最開始的車載導航一路走到後視鏡一體機、車載後裝副設備，結果就是拳头產品失去民心，副業也沒有做起來。至於第3點，則和凱立德的戰略有關。當高德和百度地圖打得不可開交時，凱立德作為曾經的行業老大，不僅沒有加入，反而執着上市。連張文興自己都承認，很多東西沒來得及動，最後就眼睜睜的看着他們搶走了市场。不光是凱立德，大多數的企業都沒有意識到，錢可以被大風刮來，也可以被大風刮走。一旦傳統商業模式被新技術顛覆，最先倒下的注定會是靠老本續命的人。在逐
逐漸被导航市场邊緣化後，凱立德再也沒有爬起來。2016年7月，山東新平智通願意花16億收購凱立德，遭到凱立德的拒絕。18年12月，寧波建雄給出6.5億回購，依舊被凱立德否決。或許凱立德在等一個新的機會。